大齐国破的那日，我和姐姐被敌军掳走。为了救我，姐姐替我走进新君的寝殿。几日后，她残破的躯体被扔在宫外。牢狱说她意图诛杀新帝，被抓了个正着。我不信，区区一个弱女子，如何敌得过体格健硕的男子？次日，我披上最美的纱衣，站在新帝面前，任他羞辱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好诗，好诗！中原人果真卑贱。我笑而不语。他说的不对，我不是什么商女，我是取他性命的阎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寝殿里，摇曳的烛光亮如银豆，将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而不远的城外，堆满了大齐人的尸骨，将士一堆，女人一堆，孩童一堆，死了多少人，压根数不过来。风声一吹，皇城也开始呜咽，仿佛亡魂的悲鸣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跪的腿都麻了。帘子被掀开时，阵阵寒风凛冽，我打了一个寒战。一个高大的身影跌跌撞撞进来，坐在最上方的椅子上。主位上的人喝了一口烈酒，居高临下看着我。听将士们说，你是大齐第一美人。他是萧战。半月前，北狄人在他的带领下踏破大齐的皇城，他成了大齐的新帝。登基那日，他一声令下，城外的护城河血流成河，浮尸千万。姐姐护着我躲在死人堆里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可最终，我们还是被士兵抓了去。看着他冷峻如风的眉眼，我抱紧怀中的琵琶，佯装惊吓低下头。第一美人之名，小女万不敢当。见我柔弱乖巧，她径直走向我，一把扯掉我身上的薄纱。你们中原人当真虚伪。听说京中世家贵女们为了抗拒进宫，不惜毁容。你主动前来，不怕死？我当然怕，可我这条命现在还有用。想到这里，我主动攀上他脚上的长靴。皇上骁勇善战，小女倾慕不得。若是能侍奉皇上左右，是小女的福气。听了这句话，他狭长的双眼闪烁不定。为了探究我是否说谎，他捏起我的下颚。我吃痛被迫抬头，第一次看清他的面容。身高8尺的他，长着一双琥珀色的眸子，鼻梁高挺，眉宇之间尽是肃杀之气。看清我的容貌，他满意的笑了。都说齐国出美女，朕原本不信，如今亲眼见到，方知是真的。你会弹琵琶？得到我肯定的回复，他一把将我抱起，扔在旁边的软榻上，弹一首《泊秦淮》。我愣了。我知道他是故意羞辱我，毕竟人人都知道这是一首丧国诗。可没关系，只是一瞬，我便恢复了刚才温柔的笑。琵琶声如泣如诉，哀怨铮铮。听着声乐，萧战开心不已，当即高歌：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好诗，好诗！中原人果真卑贱。下一秒，琵琶被他踩在脚下，红烛悠悠燃着，帐内春色旖旎。我被萧战死死抵在榻上，反抗不得。寒风透过轩窗的缝隙，仿佛有人在哭。片刻后，萧战瘫软在我身上，我闭上眼睛，轻声呢喃：姐姐，妹妹不会让你白死的。我苦命的姐姐啊，是替我而死的。城破那日，血流成河。萧战有令，凡是大齐人可随意烧杀抢掠，至于女人，士兵可随意处置。就这样，不管是有钱的佃户，还是吃不起白米的穷民，都被抓了起来。男人被分在一起，女人被分在一起。我那讨厌的父亲和姨娘姊妹们，大难临头还想护着钱财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全部死于北狄人之手。我和姐姐躲在死人堆里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可即使这样，姐姐依然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安慰我不要怕，有我在，明兰一定无碍。那天，皇城死了很多人，鲜血染红了半边天。趁着月色，我和姐姐悄悄爬出来，准备找点吃的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姐姐弄乱我的头发，又在我脸上抹了脏兮兮的泥巴，给我换上最破烂的衣裳。可没想到，我们还是碰上了巡视的北狄士兵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认出我们的女子身份。就这样，我和姐姐被抓了，
和其他女子关在一起。当晚，几个将士打开牢门，挑了10个女子，我是第10个。从其他女人的表情看出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听到我要去，姐姐突然急了。一向平静镇定的她，此刻竟然慌了神。她散下头发，故意解下扣子，露出娇嫩白皙的脖颈。这位爷，这个嫩瓜秧子懂什么？我随你们去啊！她抓着为首士兵的手，摆出成熟风韵。可我分明听得见她声音里的稚气，也瞥见了她眼底的绝望和恨意。最后，她还是替我走了。临行前，她给我一个无言的笑。我没想到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。3日后，那些女人被送了回来，她们全身淤青，衣衫不整。我找了好几遍，也没找到我的姐姐。我疯了一般嚎叫，却听到守卫冷冰冰的回复：瞎喊什么？那个贱人长得不错，被送给皇上，可也不知他发了什么疯，竟敢刺杀皇上，已经拖出去喂狗了。从守卫的言语中，我拼凑了事实的真相。姐姐不愿受辱，更恨极了这个灭我国门的新君。趁萧战睡着，他拔下发簪，想要杀了他。可一个弱女子，如何打得过身经百战的帝王？就这样，姐姐被折断双手双脚，喂给疯狗。当晚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翻遍全身，找到藏了好久的银镯子，和其他女人换来胭脂和红纱。当晚，那个为首的士兵又来了，这次我站了出来，主动成了第1个。我和姐姐是定州城数1数2的美人，刚及笄的年纪，求亲的人就踏破了门槛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求娶姐姐的。姐姐文静心善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。而我自幼便性格暴虐，喜怒无常。5岁时，一只小雀惊了姐姐，我便设下陷阱诱捕小雀，然后折断它的羽翼。6岁时，一只小白兔挠伤了姐姐，我便拧了它的头，随手扔给饥饿的狸猫。8岁时，父亲最爱的马差点伤到姐姐，我狠狠抽打它时，府中马夫看到了。第2天，所有人看我就像看怪物。父亲得知后，更是厌弃我，丝毫不掩饰他嫌恶的目光。于是，我成了全府欺负的对象，丫鬟、小厮，甚至姨娘。我知道，我的母亲就是被他们害死的。他们恃宠而骄，日日欺负我和姐姐，表面上对我们极好，背地里一个比一个恶毒。东院姨娘撕碎我做好的功课，西院庶姐在我鞋里藏针，南院姨娘诬陷我偷东西，北院庶妹抢了我的好姻缘。他们天天嘲笑我，叫我小疯子。只有姐姐搂着我的头，眼里满是泪珠。明兰乖，姐姐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，才伤害那匹马的。不怕不怕，姐姐永远都在。只要一看到姐姐，我躁动的心便平静下来，没了乖张和疯狂。姐姐是治愈我的良药。当我看到父亲、姨娘和姊妹死在敌人刀下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他们该死。除了我的姐姐，她是世间最和善的女子。萧战，你不该动我姐姐的。你不知道，你唤醒了怎样的嗜血猛兽。萧战很喜欢我。许是北地风霜苦寒，不如大齐女子温润如玉。又或许我美艳的一张脸，让他欲罢不能。红烛亮了整整1夜，殿外的宫女也忙着端了7次水。一夜荒唐之后，我成了柔贵人。晨晓时分，萧战累得筋疲力尽，满足地睡下。我从榻上起身，不由自主握紧手中的木簪。就在木簪即将刺向他的脖颈时，我突然停下。理智告诉我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就在此时，丫鬟进来为我梳发。铜镜中，我轻轻抿上玫瑰胭脂，原本柔嫩的唇瓣，此刻更是娇艳欲滴。我叹了口气，不急，屠龙这般大事，必得徐徐图之。一番梳洗后，已经日上3竿，萧战终于起身用膳。一位小太监急匆匆跑进寝宫，启禀皇上，言官大人在外面催，说请皇上去上朝。我眼眉低垂。萧战对黎民百姓狠辣至极，恨不得尽数除去。可对这些朝臣，他倒是宽松得很。也正是因为萧战留了他们的命，齐国大臣便尽数倒戈。只要他们自己头戴乌纱帽，管他皇帝老儿是谁。这不，新君刚登基，
他们已经马不停蹄效忠了。我为肖战盛了一碗粥，低眉顺眼跪下，恭恭敬敬递给他。肖战瞥了我一眼，下一秒，他将我攥进他的怀中，面上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。昨晚不是挺放肆的吗？怎么今天在众人面前倒一副乖觉模样？啧啧，你们中原人真是虚伪的很呢。我的心底有些惊愕，可很快我便笑了。他自恃粗犷，可越是这样，不经意间的温柔刀，越能将他步步俘获。我换上一副娇媚的神情，搂上他的脖子。皇上，我大齐民风向来传统，女子更重清白。皇上是我夫君，这闺房情趣自然是给皇上一人。听了我的话，肖战捏了捏我的鼻子颚，一脸宠溺。惯会贫嘴，朕只知道你生了副好皮囊，没想到是个伶牙俐齿的。虽然是体面话，却说得朕舒心不已。朕最讨厌繁文缛节，来，陪朕一起用膳。下一秒，肖战握紧了我的腰，我伏在他身上，吃痛轻哼了一声。看着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情欲，我佯装害羞，用帕子遮上面容。没想到此番欲拒还迎，更让他来了兴致。他将我拦腰抱起，寝殿里传来他清冷霸道的嗓音：告诉那些无聊的言官，几天不上朝，死不了人的。若有事，便让他们写奏章，朕认得你们大齐的字。下人们顿时识趣，退到殿外。帷帐内很快又是一阵狂风骤雨。肖战不喜上朝，他说大齐的大臣们个个满腹经纶，能言善辩。他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硬汉子，最烦那些饱读诗书的无用书生。一番缠绵过后，我躺在他怀里，把玩着他的鼻子，大大的杏眼望着他，一脸无辜咯咯笑。皇上你耍赖，你说你最烦书生，可不还是留着他们？齐国有句俗语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他们敢背弃前朝，谁知敢不敢背弃皇上？肖战的脸隐有些阴沉。我佯装惊吓，突然跪下。是臣妾一时忘了身份，妄议朝政，还请皇上责罚。肖战没说话，却命我起身。你确实该罚，不过宠你几日，便不知天高地厚，肆意讨论起朝堂之事来。朕一开始是打算将大齐屠个干干净净，可你们疆土辽阔，两土肥沃，朕杀了一部分，才发现根本杀不完。况且都杀了，谁帮朕做事？这才打算用大齐能臣，让他们代为管理。你这个丫头，竟敢质疑起朕来，你可知罪？见他没有怪罪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皇上果真睿智，臣妾一介女流，哪里懂得这些？皇上和臣妾讨论政事，真是要了臣妾的命了。皇上你好坏，看把臣妾吓的。说时迟，我直接抓起他的手，放在我的胸口。皇上最爱戏弄臣妾，可妾深深娇体弱，如何受得了？皇上您听听，臣妾的心慌不慌？看我媚眼如丝，肖战粗大有力的大手掐上我的腰，在我耳边吐着粗气。你们中原女子果然是水做的。朕宫里大齐美人虽多，可他们都怕朕，除了你这个妖精。就在他的吻落满我的全身时，宫人突然来报：皇上，丽妃娘娘求见。好好的春光被人惊扰，肖战有些不耐烦。何事？丽妃娘娘说，皇上近几日不上朝，她有些担心皇上的龙体，带了皇上最爱喝的桂花莲子粥，特来慰问。肖战幽深如墨的眸子里看不出喜怒。他既带来了，那便让他自己喝吧。话音刚落，我扑哧一声笑了，抹撒着他脸上的胡子清茶，我笑得娇媚可人。皇上果真是天下最英武的男子，就连生气也是这般好看。他们都说你严苛，臣妾偏偏不这样觉得。肖战没有言语，只是栖身而上。一个时辰后，我浑身酸痛，目送肖战离开。谁知当晚，丽妃竟带着肖战来到我的寝殿，她的身后竟然还带着我的父亲。见到父亲的那刻，我惊了。我的父亲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丽妃得意洋洋地指着我，对着肖战开口：皇上您看，当时那名刺杀您的大齐女子和柔贵人的眉眼是不是有些相似？她们二人是姐妹啊。丽妃的话如同晴天霹雳。话音刚落，肖战阴鸷的眸子向我飘来，看不清喜怒。糟糕，丽妃竟然调查我，难道我
已经暴露了。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自救。就在这时，我那便宜爹又放了一把火。皇上，娘娘，这确实是老夫的二女儿。看着肖战冷峻的眉眼，我走上前去，跪在地上。皇上误会了，妾身并不认识此人。看来姐姐讨厌妹妹到这个地步，竟这般置臣妾于死地。肖战冷笑道：你将朕伺候得很好，朕很是喜欢。可你若真是那名女子的姊妹，朕定会杀了你。他说你是他女儿，你说你不认识她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我猜得出丽妃定是认出了我，这才私下找到父亲。而父亲为了丽妃的钱，也打算出卖我。既然他不顾父女情谊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看着跪在地上的父亲，我微微一笑。皇上知道大齐最重孝义，可他不是臣妾的父亲，臣妾又何故怜惜他的性命？皇上，依我看，这等撒泼之人，倒不如给他个一了百了。肖战挑了挑眉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低下头，正是。臣妾是皇上的女人，自然一心为皇上着想。臣妾的父亲早就死了，这人假装臣妾的父亲，定是另有所图，皇上又何必心慈手软？还有，丽妃姐姐这般挑唆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当真让妹妹心寒呢？肖战看了我一眼，眉眼中依然满是探究。将此人拉下去，重打100大板。柔贵人，你不心疼？我暗暗攥紧衣袖，50大板就能要人命，更别说100大板。可父亲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跪在地上，面色和往常无异。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万万岁。肖战这才恢复笑意，亲手将我扶起。朕不该怀疑你。话说过来，就算你认识那名贱人又如何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朕这条汉子，还怕你们小小一个女人不成？话音刚落，他挥了挥明皇的衣袖，大步离开。是啊，一个男子汉怎么会害怕一个女人呢？可是皇上，你有没有听过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？看着父亲被拖了下去，丽妃突然气急败坏，打了我一耳光。你这番诡辩，骗得了皇上，骗不了我。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敢动杀心，本宫是比不过你。只是在你教唆下，今日皇上都不上朝了。像你这等祸国殃民的前朝妖女，就该乱棍打死。我轻笑一声，恭敬行了一个礼。丽妃娘娘这话说的，臣妾听不大懂。莫不是看皇上宠爱妹妹，这才着急了？听了我的话，丽妃顿时怒目圆睁。你这妖妃，迷惑君王不早朝，难道不该死吗？我不以为意，扶了扶鬓角的步摇。哦，那依丽妃娘娘之见，应当如何处置妹妹呢？丽妃瞪着我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她好看的丹凤眼气的往上轻挑，冷冷的声音传来：本宫是妃尉，你一个小小贵人，敢跟本宫顶嘴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皇上既然让本宫协理六宫，必定是信任臣妾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好好跪着，跪个3天3夜。本宫倒要看看后宫嫔妃怂恿皇上怠于朝政是什么下场。我识趣跪了下来。丽妃拂袖离去之后，丫鬟端着碗膳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跟前。娘娘，您多少还是吃点东西吧，身体为重啊。我沉默不语，目光竟直落在了那只茶盏上面。刹那间，一个绝妙的主意涌上心头。我抓起茶盏，照着脑袋狠狠砸了下去。当天夜里，丽妃娘娘不顾宫规礼法，私罚宫妃，并用茶盏伤人的消息迅速传遍六宫。肖战闻讯赶来之时，我正虚弱无力地斜倚在贵妃榻上。映入眼帘的是我美眸含泪、楚楚可怜的模样。看着我哭得梨花带雨，肖战眉眼间闪过一丝愠怒。朕赐予他协理六宫之权，是想让他打理好后宫，而非欺压后宫。不想上朝的人是朕，又不是你，他为何要拿你出气？此刻我身着一袭白衣，散乱的发髻垂下，整个人看上去无比柔弱可怜。我要的就是丽妃和皇上产生隔阂。看着我满脸是泪，肖战轻柔地拂去我的泪珠，将我拥入怀中。我故作委屈地撅起小嘴，娇嗔的声音响起：皇上若再不及时赶来，臣妾恐怕就要被丽妃姐姐给活活打死了呢。皇上，
丽妃姐姐平日里就是这般处理六宫琐事的吗？接着我又故作哀怨地叹了口气。皇上，丽妃姐姐如此简单粗暴，妾身真是害怕。随后我悄悄给身后的丫鬟使了个眼色，她立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皇上，您可知道，我家小主自从入宫以来，心中便想着如何让皇上开心。她每日忧心忡忡，希望能替您排忧解难。小主曾对我们说，皇上开心，她便开心。皇上您不知道，小主为了博您一笑，专门找人复原的绝世之舞霓裳羽衣舞。话音刚落，肖战满眼惊异。霓裳羽衣舞？你是如何得知？我笑了笑，臣妾是大齐人，自然知道霓裳羽衣舞的精妙。臣妾想着，若是能复原出霓裳羽衣舞，定能使皇上龙颜大悦。肖战陷入沉思，暗自顾自地说道：朕曾见过一次，他翩然起舞时，霓裳羽衣随风飘动，那华丽非凡的模样，仿佛仙子从天而降。肖战这话只说了一半，他喜欢霓裳羽衣舞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此舞惊艳，而是因为跳霓裳羽衣舞的那个人，是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在宫里这些日子，我将肖战的前半生打听个干干净净。肖战昔日的白月光是大齐一位名门千金，他幼时曾匿名来大齐学中原文化，恰好住在那名贵女家中。少年情怀，恰逢少女豆蔻年华，两人就这样相爱了。后来肖战回了北狄，贵女抑郁而终，他为肖战跳过的霓裳羽衣舞成了他永远的回忆。不等肖战说完，我娇俏地依偎在他怀里。这是自然。皇上请放心，舞成之日将指日可待。看我嫣然一笑，肖战温柔将我抱紧。霓裳羽衣舞复原之日，你就是朕的柔妃。至于丽妃，这般狂妄之人，先面壁思过1月吧。3月后是肖战的生辰，恰逢驻守边关的赵将军回京，肖战便特意大肆庆祝。此时宫殿里百位细腰舞姬穿着华丽轻纱，伴着霓裳羽衣曲，跳起霓裳羽衣舞。我站在最中央，身姿婀娜，腰肢纤细。肖战看呆了眼，当即封我为柔妃。一舞完毕，一众朝臣纷纷送上贺礼，北海人参、南海东珠、暹罗贡品等寿礼，个个价值连城。单是一件礼物，就可敌得过平常人家10年的口粮。看着群臣叩拜，万民臣服在他的脚下。肖战身穿明黄龙袍，眉眼之间尽是春风得意。下一秒，他的目光就落在赵将军的新婚妻子身上。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不禁瞪大双眼。这位将军的新婚妻子，眉眼像极了肖战的白月光。赵将军的妻子叫秦媛媛，他的父亲曾是赵小将军的副将。听下人说，赵将军和他青梅竹马，二人郎情妾意。赵将军刚打了胜仗，刚迎娶秦媛媛不久，二人喜结连理，倒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肖战目不转睛盯着秦媛媛，眼神晦暗不明。我陷入沉思。肖战少年时失去了挚爱，如今看到和白月光相似的女子，不知会做出什么事。最近这些日子，我使尽浑身解数，只能哄得肖战不上早朝。可若想让他人人得而诛之，毁了他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，我需要更多助力。而我不妨利用这个机会。看着为秦媛媛簪花的赵将军，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。赵将军，为了你的妻子，你会和我合作的，是吗？看到这里，我微微一笑，为肖战满上酒盏。肖战明显心不在焉，将酒尽数喝下。很快，肖战有些微醺，去了偏殿休息。我留在宴席上，悄悄对身后宫人说道：皇上前几日说要赏赵将军一幅字画，你们和赵将军一起去听雨阁拿吧。就这样，一名太监支走了他。半个小时后，趁着众人欣赏歌舞，我吩咐工人给秦媛媛传话：将军夫人，主子说让您去偏殿等赵将军，请随我来。就这样，秦媛媛随这个宫女离了席。她不知道，此时此刻在偏殿中休息的人是肖战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肖战正将秦媛媛压在身下。他喝醉了酒，把秦媛媛当做了昔日的白月光。肖战看到我，一脸惊讶：柔妃进来做什么？我微微一笑，轻轻放下他扑向秦媛媛的手。
自然是一同服侍陛下了。他不知道我今日挂的香囊中放了让男子致幻的迷药。近日肖战体力甚好，我有些受不住，于是我便费了好大地功夫，从宫外得了这些幻药。很快，肖战瘫软倒地，面色潮红。看着花容失色的秦圆圆，我递给他一个帕子。别哭了，他在梦中正和你颠鸾倒凤，鸳鸯戏水呢。今日我救你一命，他日还望将军府多多担待。听了我的话，秦圆圆泪如雨下，跪在地上。今日多谢娘娘救命之恩，秦氏和夫君定永生难忘。我点了点头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为了你的声誉着想，必定要让赵小将军知道。片刻后，我和秦圆圆来到听雨阁，看到发髻微乱的秦圆圆，赵将军眉眼一惊。得知前因后果后，他怒不可遏。这个昏君，他竟敢觊觎我的妻子！看我不宰了他！看他直接拔出身上佩剑，打算去砍了那个狗皇帝。我当即拍手大笑：好好好，去，你去！最好将那狗皇帝碎尸万段，这样你和妻子不仅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你好不容易建下的功勋也终于毁于一旦。再说这么多侍卫在此，你敢弑君？赵家几百口的性命，你还要不要了？这场局我是故意设的，只有让他亲自体会到肖战的暴虐，赵将军才会站在我这边。想要扳倒肖战，我一个人的力量过于微弱，但若是有了兵权的助力，我赢的概率就大了一半。自然，我不会真的让秦圆圆受到伤害，一切都是为了请君入瓮。听了我的话，他手上的青筋暴起，愤怒的低吼声传来：此等夺人臣妻的昏君，当真是家国不幸！今日我的妻子差点受辱，难道我堂堂七尺儿郎，只能看着心爱之人受欺负吗？我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为人知的笑意，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看着他双眼沁出的怒意，我淡淡摸着腕间的玉镯，轻轻开口：怎么办？俗语说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他不君，你又何故为臣？赵将军，你一直为此卖命的皇权，到头来竟连你的女人都不放过。你可知皇上为何这般按耐不住？是因为你的妻子像极了他曾经的青梅竹马，我能救得了你夫人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如今他入了皇上的眼，你身为他的夫君更是危险。你们还能活多久，全在你。听了我的话，他这才恍然大悟。是的，从我看到秦圆圆的那刻起，我就知道赵将军将是最好的一步棋。皇上看上臣子的妻子，又将如何对待这个大臣？自然杀无赦。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赵将军自然懂得。下一秒，他扔下手中的刀剑，跪在地上：是本将糊涂，从今以后，本将将誓死效忠娘娘。听了他的话，我赶紧扶起他：赵将军人中龙凤，本宫不过一介深宫妇人，往后本宫需要仰仗将军的地方，只怕还多得很。京中有个圣手，听说能为人配假死药。赵将军，为了你们夫妻二人，只能先委屈赵夫人了。赵将军是聪明人，自然听得懂我在说什么。他点了点头，便搀扶着秦圆圆离去。看着二人的背影，我攥紧了手帕。自从知道肖战死去的白月光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他的弱点。直到秦圆圆和赵将军出现，我知道机会出现了。他和秦氏琴瑟和鸣，深爱非常。肖战暴虐昏庸的消息，他早就有所耳闻，如今亲眼见到，更会深信不疑。只是大齐投降后，虎符尽数归到肖战手中，谁掌握虎符，谁就是兵权的掌控者。这也是边疆将士们归顺肖战的原因。可因为秦圆圆、赵将军和肖战必然决裂，他想活命，只能和我合作。只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有个人一定要除掉。想到这里，我掏出厚厚的钱袋，换来身边的工人，去偷偷帮我找一个死囚来。记住，要眉眼俊俏的。很快，关于丽妃和太监私通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。几个宫妃请安的时候，我们正在欣赏歌舞。几盏茶过后，几名宫妃七嘴八舌地聊起丽妃，说她最近面色红润，气色甚好，像是开启了第二春。他们说的兴起，可没注意到肖战什么时候走了过来。
他反手打了为首的宫妃一巴掌。看着肖战眉眼阴郁，宫妃顿时惊慌跪下。我身后的宫人趁人不注意，悄悄退了下去。看着脸色逐渐变绿的肖战，我嘴角轻轻上扬。肖战自然是生气的，因为丽妃已经很久都没侍寝了。看肖战生气，5姬乐师连忙退下跪。其中一个宫妃一脸委屈：皇上，丽妃姐姐确实最近有些不对劲。臣妾前阵日子在御花园赏花，还听到打扫下人嘴碎，说姐姐宫里最近来了个衍生的太监，只是身形高大，声音洪亮，不仅不像太监，倒像是体格强健的男人似的。只是皇上，这毕竟是捕风捉影，倒不如问问姐姐，不能冤枉了他才是。听了我的话，他面色凝重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可就在这时，伺候我的宫人突然跑过来，惊慌不已。他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皇上娘娘，奴婢刚才经过冷宫附近的戏台边，结果听到里面传来丽妃娘娘和一个男子的声音，奴婢不敢贸然进去，还请娘娘一步。话音刚落，肖战直接起身前往戏台边走去。看到面前的景象，肖战当即吐了一口鲜血。近日他得了风寒，本就体虚，看到这一幕，身子更是受不住。二人衣衫尽数褪去，正搂在一起。肖战顾不得体面，直接指着他大吼：来人，五马分尸，五马分尸！而此时丽妃神志恍惚，仿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肖战一巴掌将他打醒，他这才清醒几分。看着地上掉落的衣衫，他这才明白刚才肖战看到了什么。见肖战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赶紧拍着他的背：皇上，丽妃秽乱宫闱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做不得假。这等贱妇如今出现在皇上眼前，只会污了皇上的眼，倒不如交给臣妾处置。再说皇上身体欠安，理应好好休息，怎能为了这等阿杂祸毁了身子？肖战点点头，眉眼露出一股狠厉：此事就交给爱妃来办，朕要这个贱人生不如死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朕的柔贵妃，替朕掌管6宫。说完这句话，肖战便在宫人的搀扶下离开。我微微一笑，拔下发间的簪子，一步步朝丽妃走去。时隔这么久，我终于可以报仇了。我的姐姐是被丽妃陷害的。在宫里这么久，我将有关姐姐的线索查了个遍，最后拼凑出姐姐被害的真相。当时丽妃嫉妒姐姐的容貌，趁姐姐睡着时，安排宫人向姐姐手中塞了凶器。在丽妃的安排下，肖战恰好看到这一幕，以为是刺杀她。就这样，姐姐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折断四肢，葬入野狗口中。看到我眼中的杀意，丽妃拼命向后躲。柔妃，你这个贱人！本宫是丽妃，谁敢动本宫？我把玩着手中的金钗，笑得很辣。你有3错。第一错，本宫如今是柔贵妃，不是柔妃，你敢顶撞本宫，实属逾矩。第二错，你私通外男，私德不端，此乃第2错。第3错，你心如蛇蝎，害死了我的姐姐，就算你有100个脑袋，也不够我砍的。丽妃发髻散落，向我吼道：本宫也从未后悔半分，不杀了她，难道留你们分我的宠？就算有1000次10000次机会，我也要杀了她。看她愈发疯癫，我将金钗递给宫人，眼里满是恨意。好，很好，你能够伺候皇上，全靠你这张脸。今日本宫就让你尝尝什么是绝望。很快，殿内涌起血腥之气，哭嚎之声凄厉不绝。宫人在她的脸上刻了奸夫2字。丽妃的这张皮肉算是毁了。泪水婆娑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姐姐，她还是那么温柔，柔声劝我不要伤人。可我的姐姐，你这么善良，这个世道又是怎么回报你的呢？不为你报仇，只怕我一生寝食难安。至于金銮殿上的那位，姐姐且看好吧。成为柔贵妃后，我成了后宫的实际掌权人。太后身体不好，数年前就不曾踏足后宫。肖战的结发夫妻是北狄人，数年前产子去世，凤位一直空悬。宫里新来的后妃大多是大齐女子，不喜肖战的粗暴。满宫之中，只有我不仅不劝谏皇上，反而为他物色各种舞姬。名义上，她们是身家清白的官家贵女，实际上
是我偷偷在宫外搜罗到的贫苦女子。她们或风情万种，或清纯羞怯，或妩媚动人，或可爱娇媚，而无一例外，她们的眉眼或者身段都像极了肖战的白月光。在金钱的驱使下，她们玩弄人心，取悦肖战的技巧自然要比后宫妃子好得多。肖战很快乐不思蜀，一开始他只是不上朝，后来他批折子的时辰愈发减少，得知是我为他物色的舞姬，他有些惊讶。我搬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，臣妾曾听宫里老人谈起，说他们偶尔见过皇上画中的女子，臣妾斗胆猜测，这定是皇上心爱之人。都说父为妻纲，臣妾不懂皇上之前的情事，妾身只知道妾身愿意弥补皇上曾经的遗憾。听了我的话，肖战的疑虑尽消，对我的宠爱甚至比往常更甚。很快，我成了祸国殃民的妖妃，群臣弹劾我的折子，如雪花一般飞上天。肖战看着满案的折子，当着我的面投进火中。他们只会扫朕的兴，只有你能让朕舒心。我一脸感动，将他空掉的酒盅满上。皇上，依臣妾看，这些臣子就是吃饱了撑着罢了。若不在皇上面前多多露脸，以表示自己的忠贞，如何能讨得荣华富贵？皇上倒不如下旨，就说往后谁再说臣妾的坏话，就让这个臣子的女儿进宫侍奉。如此这般，看哪位还敢胡言乱语。肖战听了我的话，真让人准备笔墨。就在这时，经我调教的美人舞姬走上前，缠上肖战的腰。臣妾刚编好的舞蹈，皇上都没时间看呢。臣妾还让下人准备了汤池沐浴，皇上陪妾身一同去可好？这些美人舞姬的家眷都在我的手里，我不怕他们反水。见状，我笑着应和：是啊，皇上，参要加温泉沐浴，最是养生。至于朝政之事，这些重臣一直盯着皇上的三宫六院，倒也真是无聊。臣妾想着，何不直接立个太子，由朝臣辅佐，这样不仅找个由头让他们忙活，还能让皇上享受其人之福，岂不快哉？此刻，那美人略微挑逗了肖战几下，他便撤退众人，抱着舞姬进了内室。柔贵妃所言甚是，朕膝下唯有一子，虽然不过3岁，但想必也能堵住这些臣子们的嘴。那就封大皇子为太子，圣旨什么的，内务府拟好后，朕看一眼便是。都下去吧，朕有要事要办。没有想到，立太子竟然如此顺利。看着宫人拿回的圣旨，我的眉间浮起一丝冷笑。在酒色的诱惑下，面对朝政之事，肖战愈发敷衍。也是，毕竟如今他上朝的日子愈发屈指可数。立太子的圣旨和诏书下达后，老臣便全力辅佐太子。可3岁小儿又如何担的大任？于是，一波波的奏折还是流进了勤政殿。一开始，肖战口述，我代笔。后来他的身子愈发疲累，我批阅奏章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我和赵将军之间的书信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半年后，肖战的身子更弱了，走几步就喘息。他的身子被酒色掏空了，越是这样，他越是不认输，最后连补充气血的鹿血酒都用上了。这种酒最能损伤男子内力和根本。赏花宴上，肖战走了几步，当场倒了下去。我知道是时候拿走虎符了。当晚，我扮成工人的模样，偷偷前往勤政殿。勤政殿的工人早就以为皇上市集的名义被我遣散。就这样，我顺利拿到虎符。1个月后，我正在修剪花枝，工人着急忙慌跑来：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的亲兄弟纯王从北狄杀进宫了。听说纯王连夜上奏，说太子年幼不懂朝政，要进宫看望皇上。只是纯王上奏也就罢了，奴婢听说随他一起来的还有好多私兵。听说赵将军已经从城外赶来护驾，只是这来得及吗？纯王是肖战的亲弟弟，当时肖战杀进大齐，成了新君，北狄这块地方变成了他弟弟的地盘。从赵将军的来信中，我得知纯王早就对肖战不满，得知肖战在大齐昏庸无道，他早就想取而代之。我和赵将军在等一个机会，直到肖战身子垮掉的消息传到北狄，
唇王终于坐不住了。我想，我们屠龙的机会到了。我摸着发髻上水头极好的珠翠，云淡风轻地开口：皇城内的御林军，好赖能撑一阵子。是福是祸，看天意吧。宫外，唇王以清君侧的名义带兵闯入皇城。宫内，寝殿里，几缕檀香从香炉里袅袅升起。明黄色的帷帐内，肖战正在剧烈的咳嗽，他咳血了。我端着一碗汤药走来。皇上，这可是太医院院首亲自为皇上调的汤药，皇上一定要喝下。可下一秒，汤药碎在地上，碗盏飞溅。朕好得很，朕乃95至尊的天子，怎会有疾？去，找朕最宠爱的舞姬来，朕要看他跳霓裳羽衣舞。不过短短半月，他又苍老了不少。看着他一脸疯癫的模样，我一个眼色下去，众人接连退下。皇上，如今这偌大的皇宫里，除了赵将军的兵，哪里还有什么美人？再说，天下美人，臣妾都已经给您找遍了。皇上再想要美人，可是没有了呢。就在这时，宫外的厮杀声响起。看着天上的信号花火，我知道这是赵将军给我的信号。看我没了往日的温柔，肖战脸上闪过一丝惊慌。爱妃，你说什么？外面怎么了？我拿起帕子，扑哧一声笑了。皇上还不知道吗？您的好兄弟唇王不满足您给的北狄封地，更不满足您在大齐独享好日子，正以清君侧的名义杀进来呢。我们威武的赵将军正保护皇上呢。就在这时，宫门破门而入，赵将军浑身是血，提着唇王的头走来。肖战吓得脸都白了，说话都不利索。我拿起那个头颅，直接扔在狗皇帝肖战的床上，上面的血滴在龙榻上瞬间晕染成几朵梅花。他仓皇失措地跳起，躲在柱子后。我冷笑一声，随后步步向他逼近。肖战，你这个狗皇帝，我要为我姐姐报仇来了。听了我这句话，他茫然地盯着我，仿佛在记忆中搜寻我说的到底是谁。看他丝毫不知，我对赵将军点了点头。赵将军手起刀落，一刀砍下肖战的头颅。下一秒，我高高举起他的手。唇王这个逆贼竟然杀了皇上，多谢赵将军英勇无畏，唇王已伏诛，万事皆定。我擦了擦眼角的鲜血。晚风吹来，原本月牙白的宫装浸染鲜血，随风轻扬，有种诡异的美。赵将军的身后是大齐残存的小皇子，在我和赵将军等人的帮助下，他找到了躲在江南的大齐皇室。这个小皇子是匡复大齐的新君，大齐的天下终于又回了大齐，真好。看着赵将军，我满意点头。皇子年幼，往后还要靠你和其他朝臣一同辅佐。听了我的话，他赶紧跪下。有臣在，娘娘就是太后。娘娘对臣有救命之恩，只要娘娘愿意，臣一定将娘娘送到后宫最尊贵的位置上去。看着他一片忠肝义胆，我轻轻笑了。最尊贵的位置？我太了解我自己了。虽然我救过你和你夫人，可我本身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。善良是什么？我早就没有了。世上唯一让我感觉到美好的人，只有我的姐姐。可她走了，我内在的野性和嗜血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压制。我怕我变成和幼年时一样疯魔好斗的人。或许死亡是我最好的归宿。听罢，赵将军沉默良久。下一秒，他突然一拍脑袋，急声开口：娘娘若真的不想待在深宫，微臣倒有一个法子。哦，跟着将士们去边疆。后记，世人都道边疆来了个铁娘子，听说她曾是后宫里的女人，可她放着好好的服不响，偏要搞什么上阵杀敌这一套。跟着新兵操练不过半年，她就成了众人口中的铁娘子。凡是出征，必定战无不胜，令敌军闻风丧胆。领兵1年地功夫，我朝所有失地均已收回。随他出征的将士都说，他上战场的时候，杀敌越多，精神越好。凡是他的战马跑过的地方，一个个都是敌兵的尸体。而他每每就着夜色，大口吃酒，大口吃肉。只是月圆时分，他总坐在戈壁上，一个人愣着出神，然后看着银盘似的月亮，低声呢喃2个字：柔兰。此时
旁边一个新来的小兵喝了一口酒，悄声问旁边的将士：柔兰是谁？听说那是他姐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